中给我和表姐留下了2串吊坠，表姐却抢先挑走那串丑陋的紫檀吊坠，反而将精美华丽的吊坠留给了我。只因上一世7天后末日降临，所有动植物和人类开始疯狂变异，就连2串吊坠也开始发生异变。表姐抢先选的那串翡翠吊坠觉醒了空间，但除了可以当个移动仓库外别无他用。而我戴的紫檀吊坠看似平平无奇，但却让我觉醒了治愈系异能，就连血液也成为了可以给感染者解毒的神药。我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末世小队的团宠。表姐得知后极度疯了，拉着我跳下高楼，同归于尽。我们一同回到了挑选吊坠那天。这次表姐抢先选择紫檀吊坠就戴在身上，眼里满是庆幸，而我识趣的拿过翡翠吊坠戴在身上，心中暗喜，拿吧拿吧，那些可怕的日子很快要降临到她头上了。我回到出租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滴血开始让翡翠吊坠认主，随着一阵耀眼白光闪过，下一秒整个人就进到一望无际的空间里来，四周都是白雾，只有我站的一小片区域明亮。随着我一点点摸索，发现这个巨型空间只要放了东西的地方就会白雾散尽，并且里面的时间是完全静止的，也就意味着无论放多少食物进去都不用担心变质情况。于是我将家里所有的菜放进空间里，然后拿出手机对着各种借贷软件疯狂操作。7天后大家都得忙着逃命求生，根本不用担心有人催我还款。我将弄来的所有钱打造了一个舒适的屋子，接着又成箱的购买了大量物资，6大桶纯净水，6箱预制菜料理包，压缩饼干，各种零食药品等等，将它们通通收入空间后，我租了一家人烟稀少的郊区民宿，静待末世降临。另一边，同样重生回来的表姐沈幼楚也在囤积物资，但和我不同的是，她只是象征性买了一些喜欢的吃食，随后将剩下的所有钱买了奢侈品包包和限量裙子首饰。在她看来，美貌要远远比物资更重要。重活一世，她要成为世界的中心，让所有拥有强大异能的男人通通围着她转。很快到了第5天，我刚睁开眼，便感觉到一股凉意弥漫在周围，拉开窗帘，果然屋外一片雪白，10月飞雪，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看着窗外，我知道明天大概就要出现感染者了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电视里便不断有新的感染者出现。刚开始专家还安慰大家不要惊慌，坐那侃侃而谈，突然一个脑袋诡异形状的工作人员出现在镜头前，然后张开血盆大口朝那名专家扑了过去，一口咬住了对方的喉管。随着一名专家的死亡，将这场末日恐慌彻底推向了高潮，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，我这里却寂静祥和。正当我打算睡去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里面有没有人呢？快开门，后面有丧尸在追我们，求你救救我啊！里面的人快给老子开门，再不开老子卸了你家门腿。我没有开门，因为透过猫眼我能清楚看见那对夫妻带着的孩子肌肤呈现青绿色，过不了多久一定会被感染。要想在这个末世中好好活着，就不能冒险当烂好人，所以我只是安静地靠在墙上听着外面动静。很快屋外响起一声凄厉惨叫，那个被丧尸病毒感染的孩子狠狠扑向了妈妈的脖子，而那个年轻的爸爸在看到这惊险一幕后，果断抛下母子俩独自狂奔逃命。过了10分钟左右，屋外没什么动静，我这才缓缓打开一条门缝，被感染的小孩正在不远处草坪上慢悠悠地爬行，他的父母恐怕此刻已经异化，遵循着丧尸本能出去觅食了。丧尸病毒虽然会让人类变得强悍，但宿主如果先天太弱小，那异化后的丧尸也不会太厉害，就如那个小孩一样，虽然感染成为了丧尸，但连路都走不稳。我将头发扎好，戴上口罩，还有一次性的防护帽和橡胶手套，然后攥着水果刀，一个疾步跑过去刺了下去。随着一阵翻找，我熟练地将丧尸脑中的晶核取出。正当我打算回去时，灌木丛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声音：你明明不怕丧尸，为什么刚刚不给他们开门？看清对方似曾相识的长相后，我总算记起了这个人，他是前世团队里的一个成员孙梅，异能是毒马，一直暗恋着队长顾思妍很多年，但在加入队伍时，她是有男朋友的。于是在后来一次丧尸危机中，为了救队长顾思妍，她果断把男友推出去挡伤害，害得她被丧尸围住死无全尸。事后孙梅还责怪拥有治愈异能的我赶来速度太慢了。孙梅，我劝你收住自己的圣母心，不然危险到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撂下这句话过后，我转身就准备进屋，却没想到孙梅竟偷偷跟了过来，将膝盖抵住门。我一只手提起斧头，你再敢进来一步，我就囊死你。孙梅被这句话给轰得呆滞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疯狂喊道：你不能这么自私，外面现在不安全，快让我进去，我就是这么自私。随着砰的一声，门被彻底关上，孙梅被丢在了外面，浑身冒着冷汗。在看清四周真的进不去后，她低声咒骂了一句脏话，然后转头跑开。回到家后，我将冰箱内的食物通通收到空间。孙梅是个很记仇的人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肯定会前来报复，所以我打算离开这里。在我骑着自行车离开1小时后，孙梅果然带着一群人过来了。彪哥就是这里，里面有个女的可漂亮了，身材也好，被称呼为彪哥的男人是地下赌场的老板，同时也是王家的债主。你确定？彪哥狐疑地看着孙梅，你该不会一转身就跑去报警吧？孙梅脸上堆满了笑容，怎么会呢？彪哥你真会开玩笑，现在外头一团糟，我就算是报警，人家估计也没时间来管。随着一群人上前，对着民宿的门踹了上去。孙梅见状满意地笑了，仿佛在想象开门后狠狠羞辱我的画面，然后下一秒就见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出来了。见状孙梅有些茫然，彪哥你们这是？还没等他问完，被称作彪哥的男人啪的一巴掌甩在孙梅脸上。彪哥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孙梅哆哆嗦嗦跪在地上，臭女人，敢骗老子！正好屋里没人，来人，给我把他拖进去。孙梅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不断挣扎，怎么会这样？大门没关，5分
钟之后，惨叫声夹杂着混乱响起，一只丧尸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门口，然后对准最近的那个人一口咬了下去。见状，所有人都吓懵了。孙梅趁乱穿起了衣服，然后慌张往外逃命。慌什么？一群没出息的软蛋，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？随着彪哥的一个眼神，一群人上前用力压住那个丧尸，可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，之前第一个被咬过的男人浑身扭成一个诡异姿势抽搐，前一刻还是同伴，下一刻就变成了毫无神智、满脸腐肉的丧尸站起。这一幕即使是彪哥也被吓了一大跳。你干什么呢？别动，少给我装了！孙梅疯了一样的往前奔跑，即使身后屋子传来一阵凄惨挣扎的求救声，她也不敢回头。另一边，在解决完周围的丧尸后，我拿不裹着取出的晶核，在卫生间开始清洗起来，边洗一边感叹：上天怎么不赐个异能给我？就在我打算离开时，旁边屋子却突然传来异响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屋子木板门被撞烂。我嗖的一下顺着树干爬到树上，定睛一看，发现不远处一个少女在和丧尸搏斗。那个女生年龄和我差不多大，明媚艳丽，长相气质却十分清冷淡漠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上前帮忙时，清冷少女竟一把薅住丧尸的脑袋，徒手撕开。见状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居然真有人能徒手撕丧尸，那得多大力气啊！片刻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那应该是异能，看样子她应该觉醒了大力士之类的异能。想到这，我有些羡慕。虽然这个异能没有闪电或火焰厉害，但在末世却非常实用。看到对方没有理会尸体，去往另外一处水龙头洗手，我扶着树干小心翼翼地跳了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手套戴上，然后蹲下来在丧尸残躯里开始翻翻找找。好大的一颗能量晶核，简直是捡到宝了！我喜滋滋捧着那颗晶石来到水池旁，开始耐心地清洗。而不知什么时候，刚刚的清冷少女停下了脚步，美眸看向我的方向，满是好奇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异响声，我们两人的脸色都变了，估计是这里的血腥味太重，吸引了附近的丧尸往这靠近。只见3个成年人和2只狗缓缓走来，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可怖的伤口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就在我思索着是该逃跑还是和旁边女生拼一把时，其中一只丧尸犬朝着我直直扑了过来。随着清冷少女一脚踹过，那只丧尸犬重重摔在地上，可没过几秒又开始摇晃着重新爬起。我立刻屏住呼吸，从空间里取出一个铁锹以及一把锋利的西瓜刀，然后对准面前的丧尸一铁敲下去。而清冷少女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似乎是由于异能者天生更容易被丧尸吸引。趁着间隙，我将西瓜刀递给那个女生，然后喊道：他们的命门是脑袋，谢了。清冷少女点一下头，没有多说废话，接过西瓜刀就对准那只丧尸犬一刀劈了下去。丧尸犬成了2半，脑袋里的那颗晶核也刚好滚落在地。场上顿时还剩下3只丧尸，一只丧尸犬和2个人形丧尸。在将所有丧尸清理完时，我走到女生面前准备扶起她，看到对方站立的手臂，我才知道她也脱力了。刚刚发生的一切那么凶险，但凡彼此之间动了一丁点坏念头，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拉旁边的人去挡伤害。可偏偏2个女生都没有这样做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真是奇怪，有时候相处多年的朋友可能会在某一天背刺你，可有时候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却会对你施以援手。就在我们互相搀扶喘回气时，远处趴在地上的德国牧羊犬居然又开始颤抖站起。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，在没有异能的加持下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。你快跑吧，这东西吃我也需要点时间。你往前不要回头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。女生的声音轻冷，明明都要死了，神情中却依然透着淡漠，就像一只卡皮巴拉。现在这个局面，逃跑确实是最佳选择，或者直接缩进空间屋子睡一觉，出来时一切都会恢复平静。而看我没有反应，清冷少女有些急了，刚想伸出手去推我，下一秒手里却被塞进了一个冰冷的透明石头。握紧它，这可以让你的异能迅速恢复。我一脸严肃开口。不远处那只丧尸犬晃晃悠悠地站起，泛白的狗眼瞪着这边。随着一阵龇牙，丧尸犬直接径直冲了过来。我高举起铁锹，用尽剩下所有的力气砸下去。就在一人一犬陷入僵持，那只德国牧羊犬准备朝我脸上扑来时，一双洁白的手抓住了它。随着撕拉一声，丧尸犬被撕成了2截。我拔出铁锹，对准它的脖颈用力剁了下去。刚刚让你走，你怎么不走？我从包里掏出2瓶运动饮料，其中1瓶递给了他。跑什么？我如果跑了，你肯定会死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生命是多么的可贵，居然会有人愿意为了见一面的陌生人付出性命。我只觉得眼前这个清冷少女脑子有问题，你不也很奇怪吗？放着100%可以逃命的机会不要，还偏要留下来和我一起面对。女生仰头喝了一口水，眼里有清浅的笑意。随着车辆行驶的声音靠近，打断了我们的休息。上来！一段冷漠声音，几乎命令式的语气从车内传出。四目相对，看着眼前这张熟悉帅气的脸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眼前的人，正是上一世的队长顾思言，也是那个将我绑起来送去当试验品的罪魁祸首。我低头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完全无视这句话，正打算开溜，而旁边的清冷少女也下意识跟着我上来。顾思言黑眸如墨，冷冷地看着我们。我不会说第2次，2位小美女，你们就上来呗，跟着顾老大，至少末世能安全活着啊。车后座小弟们纷纷开口劝道。混乱末世，强者为尊。刚刚2个女孩是如何杀丧尸的，都被顾思言看得清清楚楚，有勇有谋，身上还有一股不怕死、不服输的劲，而且似乎和他一样觉醒了异能，所以顾思言才会将车开过来，甚至屈尊降贵亲自邀请。看着顾思言依旧孤傲冷漠的德行，我翻了个白眼，脚步没有丝毫停顿，径直离去。旁边的清冷少女也紧紧跟着我。顾思言脸色黑到极致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影遥遥远去。
瞥见他走远后，我立刻回到了刚刚那片狼藉的场所，戴上手套，双手开始在一堆恶心的血肉里翻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旁的清冷少女好奇问道。我头也没抬，手上动作不停。少女淡淡一笑，白宁你好，我叫夏婉婉。食完现场的惊愕后，我和夏婉婉一同坐在公园长椅上歇息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离开 A 是吗？看着女孩青春洋溢的侧脸，夏婉婉有些羡慕。她有一个秘密，从小就能看见每个人身上的颜色。大多数人在夏婉婉眼中都是灰色和白色交织，平平无奇。可白宁却像个小太阳，盛大而又绚烂。明明都是同龄人，自己却死气沉沉。母亲去世的早，作为父亲私生女的她，遭到所有人的霸凌孤立。末世降临后，她曾想过，要不赶紧成为丧尸的一员算了，没事就逮着人啃，累了就找个地摆烂，或者挂在晾衣绳上随机吓唬过路人。可偏偏这个时候觉醒了异能，力气大得惊人。我打算走一步看一步，就当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副本，能活一天就赚一天。看着我乐观的态度，夏婉婉也不自觉受到感染，紧绷的眉眼舒展开来。小太阳很有感染力。随后我趁热打铁抛出橄榄枝，要不要组团？虽然我不想走前世的路，和顾思妍那种人组团，但也不代表愿意一直单打独斗。危险情况下，多个靠谱队友准没错。夏婉婉勾起唇角，浅浅一笑。另一边，表姐沈幼楚被吓得尖叫出声，只是睡了一觉，一楼客房就混乱一片。她的小姨更是抱着三舅在啃，明明库房已经堆满食物，而且大家也听了她的话，没有跑出去，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染上丧尸病毒？沈幼楚脸色煞白，转身朝着大门方向跑去。幼楚，你去哪里？沈父被挤在人群中，在后面大声喊道。话还没说完，一只完全异化的丧尸就逮住沈父的脖子，狠狠咬下去，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。沈幼楚没有丝毫停顿，只要自己安全，他才不在乎要牺牲或者丢下哪些人。同时他又有些庆幸，幸亏之前把亲戚全部喊到自己家，现场人多复杂，自己多了不少逃命的时间和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血淋淋的手掌猛然攥住沈幼楚的脚踝，冰冷黏腻的触感吓得沈幼楚一声尖叫，脚下丧尸趴在地上，整张脸被咬得血肉模糊，正是他的大姨夫沈志。走廊一旁的沈母本来也害怕至极，但看见女儿被丧尸抓住脚，她也顾不得什么，直接冲上前踹过去。滚开啊，恶心的东西，不要靠近我女儿！沈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气，还真就把沈幼楚成功解救出来。而听到动静，身后的丧尸全都闻着味儿朝他们追来。幼楚弟媳妇，你们快点！成功逃出来的大姑刘芳站在房门外焦急呼喊，眼看着就要跑到门口，身后的丧尸也扑了上来。下意识的，沈幼楚一把扯过身旁的老妈，将她往后一推。毫无防备的沈母脑子还是懵的，直到被丧尸咬伤的痛楚传来，她才猛然清醒。幼楚，救救妈妈！沈母浑浊的眼里落下一滴泪，看着陆陆续续的丧尸扭着脑袋靠近，沈幼楚一狠心，直接迅速关上大门，任凭沈母在里面如何凄厉呼唤，也换不回女儿的心软。沈幼楚低下头，紧紧攥着拳头，眼底闪过一丝狠厉。妈妈，我不想死。她抬手轻轻抚摸门栓，所以妈妈替我去死吧。整理完情绪后，沈幼楚一瘸一拐地往外走。姑姑，走吧，好好的。刘芳低着头，有些结巴，根本不敢去直视这个乖侄女。刚刚的一幕简直震撼了她的三观，但她又不敢多说什么，生怕得罪自己这个心狠手辣的侄女，惨遭放弃。不知为何，这个时候突然很想念起自己的女儿白宁。刘芳活了一辈子，开始的时候想要靠丈夫，结果丈夫跟别的女人跑了，后来想依靠弟弟，把弟弟一家当做自己生命里唯一的依靠，即便虐待自己的亲女儿，牺牲掉她的利益，也要处处讨好弟弟一家。可是末世来临，她发现到头来只剩下亲女儿白宁可以依靠了。另一边，在确定要和夏婉婉互相扶持后，我就将空间里的食物分了一些给她。我们两个，一个有用不完的物资，一个有力量系异能，一路上并肩作战，斩杀了不少丧尸。夏婉婉从不贪心，即使知道我没有异能，分好金盒后也只拿走属于自己的一半。很快我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家超市门口，刚踏进超市里面，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腐臭味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我从空间里摸出一个手电筒，两人借着光亮继续往前走，发现食物区被人扫荡干净，剩下的倒得乱七八糟，和各种内脏混在一起时，夏婉婉只觉得恶心，只好放弃了食物。来到服装区，反正有白宁在，食物拿不拿对她无所谓。本来末世到来，夏婉婉也没指望以后能吃上热乎食物，可直到上午，白宁直接给她掏出一盘惠灵顿牛排以及一盘新鲜的水果拼盘，还有各种精致又昂贵的食物出来后，她顿悟了，以后跟着这位小姐妹，就算是末日也能将日子过得体面。夏婉婉比我高了10厘米，1.7米和1.6米的组合，像个北方姐姐在带着南方妹妹。虽然我空间里囤了很多4季的衣服，但按夏婉婉的体型来说是绝对穿不上的。在将夏婉婉挑的一些衣服收进空间后，我们出了超市，又去了不远处的一家大型商场。刚进门就遇上一个单手的可怖丧尸，下一秒就被夏婉婉解决。随后我掏出一次性手套，轻车熟路的开始掏金盒。当初这种一次性的橡胶手套，我购买了100多箱，一箱里头刚好有100盒，一盒里面刚好又是100双，所以我用一双丢一双，丝毫不用担心不够用的情况。在判定这里还算安全后，我和夏婉婉决定分开行动，搜寻物资。深入里面，我听到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谁？我将铁锹高高举起，时刻警惕着里面的东西。随着柜门被打开，一个女生颤颤巍巍从里面抽泣着爬出来。看清对方的样貌，我顿时松了口气。女孩是末日前我去买护肤品时耐心为我介绍产品的年轻女生。最后还好心把全部东西
且送到我住的地方。我将手电筒对准赵小小，确定她身上没有可疑伤口和血迹后，这才上前伸手扶着她站起。女孩脸色惨白，眼里布满红血丝，看样子突如其来的漠视让她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要不要喝点水？我注意到她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，随后将矿泉水拧开递给她。赵小小眼睛一亮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瓶水才停下，大口喘着气。没事，安全了，水不够我这还有。我语气轻柔，轻轻拍了拍她肩膀，像是触动了什么防线。女孩哇的一声靠在我肩膀上大哭起来。她胆子小，在末日来临时就一直躲在柜子里不敢出来。天知道她有多饿多怕，好在上天眷顾她，在生命垂危时让一束光射了进来。见我带了个活人过来，夏婉婉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将赵小小放在沙发上，然后大致和夏婉婉解释了一下情况。她胆这么小吗？宁可活活把自己困死，也不敢出去赌一把。说着，夏婉婉瞥了一眼赵小小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赵小小在一边把头低得更低了。原本还指望这个女生带自己一起，可现在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个拖油瓶累赘吧。赵小小已经接受了肯定被抛弃的命运，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盘算，要不要拿指甲刀给手指划破，然后去地上取点丧尸血液抹在伤口上，这样睡一觉，他安静的变成丧尸，应该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下去了吧。他可真是窝囊啊，就连死法都只敢选择这种窝囊的方式。就在赵小小纠结该划破哪根手指时，一个背包递到了他面前。我拿着兔子背包，神情淡然，里面给你塞了很多压缩饼干和面包，果然是要被抛弃了呢。赵小小脸色惨白，伸手接过背包，低声道谢。就这样，在吃饱过后，女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在发现自己并没有起来值班后，她有些羞愧，抱歉啊，可能是我睡得太死了，所以没听见你们喊我。没事，我毫不在意，摆摆手，我们本来也没叫你。在赵小小一脸呆滞的表情中，我从背包里直接掏出了热气腾腾的灌汤小笼包、3碗素挂面和2节油条，还有3杯红枣豆浆，瞬间把他看得目瞪口呆。那是多啦 A 梦的口袋吗？简直太玄幻了。吃过早饭过后，夏婉婉开始掏出晶盒吸收能量，被她面前一堆大小不一的晶石吸引住。赵小小有些好奇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个石头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夏婉婉没说什么，直接挑了个最大最亮的晶石递给了她。晶石看起来很漂亮，赵小小放在手心来回把玩，她感觉像喝了冰汽水一样，全身都凉凉的，很是舒服。这个石头是什么东西？赵小小拿着好奇询问。我在一旁低头看着手机，头都没抬就说道，是丧尸脑袋里挖出来的，可以被异能者吸收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咚的一声，赵小小把石头丢了出去，还有她被吓到变音的尖叫声。丧尸脑子，好恶！我掀起眼皮，随意的看了一眼，下一秒瞬间呆住。赵小小，你也是异能者？听到声响，夏婉婉也暂停了吸收晶核，看过上半身过来观望。在3人面前，那颗原本还很大的晶石，现在已经缩小了一小半，而能量晶石只有在异能者的手中才会被消耗吸收，没有异能的人，就算把晶石抱在怀里睡一夜，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看着赵小小还是一副懵懂的样子，我索性将带着解说超能力者新闻的手机递给他，在后者瞪着一双圆溜溜大眼睛。看完新闻视频之后，夏婉婉也在他面前演示了一遍力量系异能。在接受完自己可能是个超能力者的事实后，赵小小闭上眼试着感应了一下，但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没事，也不着急，慢慢探索吧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背包里掏出3块大晶石递过去，就当送你的礼物了。夏婉婉见状，也跟着挑了几块晶核递到赵小小手里，快继续吸收。队伍里多一个强大的异能者，大家的安全也会更有保障。在将这些礼物全部吸收完毕后，赵小小深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开口：那个，既然我有异能，虽然暂时不知道是哪一种，但总归是有超能力的，对吧？我茫然点了点头。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丢下我？我虽然现在是累赘，但是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废物的。赵小小低头，手紧张的死死揪住衣服。我顿时扶额叹息，有些哭笑不得。我们什么时候说要抛弃你了？末世不当圣母，不代表我就要去做冷血动物。作为种花家的孩子，团结齐心，从古至今，先辈们也曾是齐心协力一起闯过来的。在不影响自己安全利益情况下，偶尔帮一帮不讨厌的陌生人也是可以的。外面一道闪电划过，漆黑的天空开始下起大雨。因为不确定这雨水是否具有腐蚀性和感染性，在确定当前商场是安全时，我们3人商议了一下，决定暂时住这。在此期间，我发现了赵小小的异能原来是速度系。赵小小只要一紧张，移动的速度就眼花缭乱的快，这个挺好的。要是遇到丧尸，至少可以跑得快。我浅笑着点评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我发现赵小小这人没什么城府，无比的单纯。我也不指望胆小的赵小小能在末世多厉害，只要求他不会拖后腿就行。经过几天的运用，他已经能熟练掌控自己的异能。说实话，这个异能还真的天选，非常适合赵小小。足足1个星期的等待，雨终于停了，我们又踏上了继续前行的道路，继续捕杀丧尸，获得能量晶核。刚收拾完东西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就听见外面传来嘶吼声，还有各种夹杂的哭泣尖叫声。察觉到情况不对，我们几个躲进了商场内拐角处，透过门缝观察着一切。只见不远处一辆大巴车，旁边乌泱泱站着一群人，个个油腻脏乱，一看就是这几天吃不饱睡不好。更远处站着一个体型魁梧的丧尸，一看就是中阶丧尸。我眼睛瞬间发亮，真是缺啥来啥，像这种高阶晶核我可太缺了。生动的表情被一旁的夏婉婉尽收眼底，不用多思考，她都能猜到那绝对不是简单的丧尸。详细观察了一下外面情况后，我让赵小小躲在这里，自己则和夏婉婉出去杀丧尸。漆黑的商场门口此时一片混乱，恐惧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。
上，一只丧尸朝着一对年轻情侣扑来，而青年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女友，始终没有松开他的手。随着刺啦一声，丧尸的爪子抓破了他的冲锋衣，年轻男人抬起腿就是一脚，牵着女友就往另一边逃去。可是没有想到另一边还有一个丧尸，见状女友脸色惨白，随后松开了男友的手，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了。他已经不想再继续担惊受怕下去了，变丧尸就变丧尸吧，至少意识消失，再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。男人咬咬牙，深深剜了女友一眼，猛地后退几步，下一秒竟从混乱中拽回个孩子。丧尸扑向女友的瞬间，他狠狠把孩子往前一推，年轻男人心头一跳。男孩仰头望丧尸时，他动作近似迟滞了半分，是错觉吗？下一秒，砰！杀猪刀从天降，丧尸轰然倒地。我一个滑铲冲过去，趁丧尸挣扎起身，扬手就将铁锹砸下，随即小跑几步，捡起那把杀猪刀，扯过还在发愣的小孩哥，对着摇摇晃晃走来的丧尸大叔，手起刀落，轻松解决了这所谓的难题。我还有些发懵，这中阶丧尸竟比低阶的还不经打。忽然心头一动，下意识低头，与身后男孩四目相对。这10岁左右的孩子也太冷静了，被当作替死鬼推出去，脸上竟依旧淡然。总不能是小年纪就人淡如菊吧？得救的人们在一旁激动不已，有人狂喜，有人痛哭。一个壮硕男人突然站出来：“你们是从商场里出来的？”我松开小孩哥的手，淡淡抬眼：“怎么了？”壮硕男人气势汹汹：“你还好意思问？你们俩既然有能力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救我们？但凡早一点，我们就不会死这么多人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人群像是猛然惊醒，纷纷围上来指责：“都是你们的错，是你们害死了我老公！”一个女人哭着扑过来要打我，夏婉婉刚要上前制止，一道模糊影子飞速撞来，女人瞬间被撞飞在地。从商场奔来的赵小小捂着头：“哎呦哎呦，好晕好晕！”眼看她要摔倒，夏婉婉快步上前扶住，眼中闪过担忧：“好点没？不是让你待在安全地方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”赵小小忍着眩晕，嘿嘿一笑：“咱们是一个团队啊，有人欺负你们，我不能躲着。”她胆子小是真的，但怕的是丧尸，不是活人。被撞的中年女人踉跄站起，继续怒吼：“我老公就是被你们害死的，你们早点出来，他就不会变成丧尸，都是你们不负责任！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嗤笑一声：“搞笑？什么叫责任？我是你爹还是你妈？末日里还要负责你们的安全，都末世了，不想着自保，整天怨天尤人，等着被救，现实吗？”这群人要是从第一个丧尸出现时能鼓起勇气，齐心合力，一人一脚，也比站着哭爹喊娘强。众人沉默时，壮硕男人不甘再上前：“你少狡辩！新闻里政府呼吁异能者主动保护人类，你们有能力就该站出来。”我懒得理他，这种人在末日活不长。对夏婉婉递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，将铁锹从墙里拔了出来。之前卡在墙里的丧尸瞬间恢复自由，再次龇牙冲来，尖叫声响起，刚平静的人群又陷入骚乱。我站在一旁冷笑，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只觉讽刺。正要解决那丧尸时，一道蓝色闪电劈来，将其烧成灰烬。我挑眉转身，竟是老熟人。漆黑天空下，几辆车悄然出现，车上的人走来，一张冷峻的脸出现在人群前，身后跟着个妖媚女生，正是顾思妍和沈幼楚。表妹，好久不见啊！沈幼楚甜笑着，迈小碎步朝我跑来，伸手想挽我手腕时，我侧身躲开。沈幼楚一脸无辜的眨眼，眼中却闪过讥讽，故意扬高声音：“我刚刚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”说着径直走进人群，满脸歉意：“我叫沈幼楚，是她表姐，替我妹妹给大家道歉。不嫌弃的话可以跟我们走。你们也看见了，顾哥哥有雷电系异能，能召唤闪电；我有疗愈系异能，能治伤。加入我们，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。”众人顿时欢呼起来：“你和朋友们也一起来吧！”沈幼楚故作温柔，我勾了勾唇角：“用不着。”沈幼楚似早有预料，依旧温柔：“姑姑也在基地呢，你们母女好久没见了吧？”我一阵无语，这女人脑子有问题。我和那个名义上的妈本就没多少感情，上天没给我亲情，我也不稀罕。施我者永失，上一世沈幼楚就千方百计想接近顾思妍求庇护，这一世有2世记忆的她更不会放弃。他们凑到一起，我早有预料，现在正是木链发挥作用的节点。她觉醒异能，我毫不意外。对了，妹妹，你好像没有异能吧？沈幼楚笑得神秘，有没有关你什么事？夏婉婉冷声开口。沈幼楚斜睨她一眼，这女生是谁？前世没见过，末世里不出名就代表不厉害。对没用的炮灰，她懒得费心。其他人已陆续坐上顾思妍的车，这时那对情侣也过来劝：“你其实很厉害，没有异能也能杀丧尸，我们握手言和，好好相处吧。”我扑哧笑出声：“和你做队友，我可不敢。”年轻男人脸色骤变，大声辩驳：“我那是没办法，只是想救人。”对，你说的都对，用别人的命换女朋友的命，怎么不算救人呢？青年被戳中痛处，怒不可遏：“你懂什么？这孩子有精神病，多重人格。要不是他父母1花钱求我保护，我才不管。他爸妈被丧尸咬时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流，就是个怪物，死了也活该。”沈幼楚眼中闪过笑意：“妹妹，他说的对，一个精神病小孩在末世就是累赘，死了就死了。”一直安静站在我身后的沉默猛然抬头，漆黑眸子平静无波，嘴角却勾起诡异浅笑，快得让沈幼楚以为眼花。
看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，我转身掏出2双一次性橡胶手套，一双递给夏婉婉，一双自己戴上。我也要。赵小小伸出手，我们要在丧尸脑子里掏能量晶石。我解释道，很恶心，你会吐的。我知道。赵小小神色认真，我胆小不聪明，但可以学，不想一直当累赘，迟早要和你们并肩。他早暗暗发誓，要成为配得上白宁他们的朋友，哪怕慢一点，也要努力前行，绝不后退。他坚持，我没理由拒绝，又从背包里掏出一双手套递过去。我也要。这次是小孩哥，你一个孩子，别碰这些。赵小小下意识拒绝，没想到白宁真的也给了小孩哥一双手套，连夏婉婉都有些意外。白宁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我淡淡嗯了一声，见我没改主意，众人不再多言，安静清理现场。你叫什么？我低头手上不停。大姐姐，我叫洛尘呀。男孩抬头冲我笑，你撒谎。我脸色平静。夏婉婉和赵小小同时停手，齐刷刷看来。小孩哥僵了一瞬，依旧人畜无害。大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微微一笑，小孩子不可以说谎。洛尘早就死了，对吧？是你这个妇人格杀了他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是他自己胆子小，被丧尸吃人的画面吓到，是他自己不想活。小孩哥激动得脸通红，主人格自杀，妇人格才得以取而代之。我笑意更深，现在可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了吧？总不能一直喊你小孩哥。小孩哥抿了抿唇，我叫沉默。小沉默，告诉姐姐你什么时候觉醒的精神系异能？我一边说，一边从空间取水清洗晶石。精神系的。另外2人同时停手，竖起耳朵。沉默震惊，大姐姐好厉害，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随即老实回答，主人格死后，我取代他的第2天就发现了。我满意点头，站起身。我问完了，一直是大姐姐在问。沉默忍不住反问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难道你也有异能？是读心术吗？不是啊。我淡定耸肩，我不知道啊。沉默诧异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嘿嘿一笑，我诓你的，没想到你啥都说了。沉默一阵无语，满头黑线。这个姐姐是大骗子，再也不理她了。吃饱喝足后，沉默忽然问，大姐姐，你的异能是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清楚？我没异能，你当然看不见。我笑着解释，不对。沉默摇头，你知道的，我是精神系异能，能看见所有人的异能。说着伸出手指向夏婉婉，双异能，一个是力量系，另一个看不清。又指向赵小小，还有你，速度会很快，也是双异能。众人异口同声惊呼。小孩哥一本正经，我的眼睛不会错。沉默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精神系异能分好几种，有厉害的，也有怪异的。我虽不甚了解，却信沉默不会骗我。这消息实在劲爆，沉默竟能看见未觉醒的异能者，看不清楚是什么意思。我以后会有好几种异能吗？小孩哥屏气凝神盯着我眼睛，僵持了好几分钟，望着他漆黑如渊的双眼，我忽然有种预感，沉默的精神系异能将来会碾压同为精神系的顾思言。还是看不清，我感觉你的异能比木姐姐的还多还复杂。小孩哥如实说，这样啊，我有一点点失望，不过也没什么。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谢谢你。沉默弯了弯唇，好像还挺喜欢被摸头，很舒服，像是被人在意了。随即猛然惊醒，这是什么怪癖好？有了小孩哥加入，3人小分队变成4人。室外一片漆黑，不知哪个拐角就会撞出丧尸。夏婉婉从废墟里找到辆有钥匙的小轿车，带着大家继续打野。车开得很慢，路上见落单或数量少的丧尸，我就带他们下车解决，收集晶石。前面好多丧尸尸体，夏婉婉惊讶道。我转头，一股刺鼻恶臭扑面而来，看样子这里不久前遭过轰炸。末世来临，官方会派部队救被困民众，可惜被困的人太多，瘫痪的城市数不尽，救援队里也不时爆发病毒，人类的自救与互救显得如此渺小。还是那句话，末日坐以待毙不可取。我掏出手电筒，蹲下仔细观察地面，焦黑一片，丧尸不断头就不死，看来他们花了大力气轰炸。又从空间掏出几把铲子递给大家，开始在残骸里翻找。白宁，都这样了，晶石会不会被炸没了？赵小小好奇问。我摇头，不会，丧尸晶石不是普通材质，只有异能能毁掉，现代科技不行。沉默握铲子的手顿了顿，冷不丁开口，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这些连专家都还没研究出来。我动作一僵，转头冲他笑了笑，没等他回应，旁边传来惊呼。赵小小捧着颗荔枝大的晶石站起，满脸惊喜。这时不远处的夏婉婉也挖到个鸡蛋大的晶石。在末世前，这里应该是个小广场，能让上面出动轰炸机来摧毁。当时这里应该是聚集了超级多的丧尸，那我们岂不是捡漏了滔天富贵？